我们今天来玩一下蕨类哈，蕨类，因为我朋友给我那个蕨类的包子哈，那今天就来剥一剥这个包子哈。那其实前阵子蕨类很流行哈，是非常非常流行。那时候我就觉得，等到它降温以后再来，如果想玩的话再来玩哈。所以后来跟我朋友要了蕨类的包子哈，包子。那蕨类的包子呢，它的播种方法很简单哈，你找一个小盆子哈，这种矮盆子。里面呢放一些水苔哈，水苔，其实山苏也可以这样剥啦哈，山苏也可以这样剥。然后呢，里头维持半潮湿状哈，就是有点潮湿的状态下。那这时候呢，把你的包子哈撒在上面哈，撒在上面。然后呢，上面的盖子呢，记得要打一些洞哈。如果你要用盖子的话，或保鲜膜的话哈，像这个盖子我看一下下哈，像我在旁边有打洞有没有哈？打洞让它有透气的感觉哈。然后就关起来哈，关起来。大概过一阵子以后，就有一点点绿绿的哈。那绿绿的时候，通常我们会给它水哈，因为它的精子跟卵要配在一起的时候，需要时间，需要水汽哈，需要水分哈。那这个呢，其实是基本的蕨类的播种的方式哈。其实有用泥炭土，也用那个泥炭土做，也有哈，用消毒过的泥炭土。那你也可以用这个哈水苔哈，因为水苔比较好取得哈，所以你只要维持那个潮湿的状态就可以了哈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把你的包子哈，像我，因为我朋友寄来的时候是用那种小试管装的哈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小小的试管，那里头就是蕨类的包子哈，蕨类的包子。那这个包子呢，就是把它轻轻的撒在它那个这个哈，就这个，好，这个是它的包子哈，然后就把它撒在这个表层哈，撒在这个表层。那这个表层撒完以后呢，你就可以盖起来哈，然后让它慢慢长，大概就是放在比较有光线的地方哈，不用太强的光线的地方。这个到真正长大大概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哈，非常非常的久哈。那但是会很有成就感，会长成一颗一颗小小的哈，一颗一颗小小的。那其实这种播种方式呢，还蛮简单的哈，还蛮简单的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播一些蕨类的包子的话哈，是可以试试看哈，试试看。那蕨类包子其实不是非常的难剥啦哈，主要是怕发霉而已哈。那你就把它撒在上面，然后把它盖起来哈，然后过一阵子它就有可能会长出来哈，有可能会长出来。那基本上呢，它的时间就是比较久了哈，从真正包子撒上去到整个成长起来以后，大概就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到时候我会做记录，我们以后再看看这个长大的小的蕨类，应该是非常的可爱哈。那其实之前想种那个那个什么笔筒树的时候，也可以用这样做哈。其实笔筒树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播种的动作哈。其实它这个就是孢子哈，不算是种子哈。播下去以后，它会形成配子体哈，配子体，然后过来再过来再形成那个孢子体哈，孢子体。那这两个的时间需要有一段时间哈，有一段时间，大概从小的个体长到能换成一盆一盆的，大概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哈。不过就是撒下去，记得维持一些潮湿的状态哈，因为蕨类的发芽需要潮湿的状态哈，所以就是这样子哈，这是非常的简单哈。你只要有这个哈盆子，一个小底盆哈，然后呢有着包子哈，然后把它撒上去哈，那就可以了哈。其实不是非常的难哈。那山苏也可以这样做。假设你想繁殖山苏的话，你可以去野外看到它山苏有些有孢子，你可以采一些回来哈，然后把它铺在这个湿湿的地方哈，一样呢它也会长出来哈。这个是算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播种方式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喽。经过了大概20天左右，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绿绿的，有没有？很像发一些小霉，但是绿绿的东西哈。这个就是它的孢子体开始长起来，配子体哈。蕨类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，它会产生配子体哈。那配子体呢过来才会长成孢子体哈。那配子体它的精跟卵需要有水哈，水才可以做交配，它才会变成一个孢子体的现象哈。所以你看这绿绿的哈，这个就是配子体哈，开始长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你要给它潮湿的环境，这时候呢，它才会慢慢长成小芽哈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很明显哈，绿绿的，非常明显哈。那这个就是蕨类的播种哦，播种嘛，算是播它的那个播它的孢子啦，播它的孢子哈。